还有点烫，您晚点喝啊。是方向词的。我们这一班这一次课呢，就是大华老师他们定我来给这个朋友们说《论语》啊。那么《论语》这个书啊，大家都知道是孔子留下的言行，孔门弟子记述的孔子的言行，孔门弟子的言行，以及孔子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想了解孔子这个人的思想，他想了一些什么，他讲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如果事先了解他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过去在学校里给同学们讲这个《论语》课的时候啊，我曾经倡导一种方法，我说呢要用这个场景还原法来面对《论语》。其实很多古典的书都需要用场景还原法，《论语》尤甚。为什么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语录。那么它这条语录在什么场景下说的？你要是能把这个场景还原出来，你对了解它这段语录非常有益处啊。我们经常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不了解他讲话的场景，因此呢，对他这个这句话语呢，呃，理解上有的时候不免就陷入猜疑啊，是我们猜测出来的，因为你不了解他的人生，不了解他说话的处境。所以，如果我们能事先了解孔子的人生，那对孔子的思想的理解一定会有帮助的啊。孔子的人生其实也不容易了解，因为古书的记载非常疏略，而且很多是他后世的不断的一代一代的学生，把这些事情给他凝练化、精炼化、提炼化，就就不一定是原来那个场景，或者故意给他朝向有利于他的那个这句话语表达的意义的方向上铺展，像我们现在讲故事一样，那很多故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为了讲故事，把它讲成那么一回事儿。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孔子这个东西，因为距离历史太久远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孔老夫子的人生？哎，那我们从他自己的角度，那他自己怎么样认识自己的人生，他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顺着他自己的描述来了解一下他的人生。我今天的主要目标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为什么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因为在讲整个《论语》之前呢，我说这样一个话语，说这样一套事情，那个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孔子自己怎么样定位和评价他自己的人生，对我们了解《论语》一定会大有益处。啊，呃，这个人都有一生，每个人的一生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活法，活到一定的年龄都反省自己的一生，总结自己的一生，还甚至预测和设定自己的一生。我们看，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论语》中这几句话，就是孔子给自己人生的一个界定。他说他15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就说到这里。哎，那我先说的第一句话语就是说，孔子这种说法是他事后的总结。说老师，你说这句话有意思吗？王教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了孔子的设定，这不是他年轻的时候设定的。说我从15岁开始要治于学，30以后我要怎么样，这是他活过来以后倒回来想，给别人讲自己的人生。哦，我的人生大约应该是这样：从他15岁左右，我开始
这个励志向学30岁前后，这个数字不要固定啊，不一定就是30岁当年、15岁当年啊。说我就这个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直起腰板来，像模像样的，被人家当人看了，就这个简单呐。什么叫而立啊？你不要以为好像顶天立地把泰山撑起来了，不那意思啊，就是人家别人把它当回事儿了，在社会上是把手。那么向下的我先不说，我就说第一个就是说，这是他回头来的总结。哎，我见着过这个，咱们朋友也都见着过哈，活了很多人活了80多岁，是吧？还有不少活了90多岁，个别的活到100岁、120岁的都有，是吧？那么孔子只总结了70岁的人生，所以人生他没有总结完。将来有朝一日，你问问那80多岁的人，你说您活了80多岁，有什么感觉？80干什么了？说70就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那咱们80怎么办？90怎么办？啊，当然网络上有人发这个视频玩说80岁这个基本上还能自理，90岁基本上还能喘气，说100岁还没挂在墙上，呃，这是开玩笑了啊！因为从孔子是从正大的、直面的人生意义来论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第一点，这是他回头的总结。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一般说来，人在回头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都要故意拔高啊！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这个经验？你问问你父亲，我那一辈子活的，说实在的，响当当的，是那么回事吗？他不响当当，他能跟你说吗？这回忆呀，给别人讲啊，讲最精彩的、最光辉的、最成功的，失败的、倒霉的、遭罪的，自己不明不白的、浑浑沌沌的，他不会说的。那所以这是第一点，你要了解。这是他回过头来反省的时候给自己总结出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他要挑好的说，拔高了说。第二个，判断时间肯定不一定很准确。你在回忆你的一生的时候，你可能回忆大致在某个阶段你干了什么，究竟哪一年是30岁整还是32岁，你说不清楚，经常你说不清楚。所以这句话你不能较真具体年龄就是那一代时间上。这第二个你就从回忆的角度你考虑，第三个你们留给朋友们自己考虑还会有，就是说人在回忆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中的时候，和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实和过程，应该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对，你回家想这个问题。你不只是咱们通过这个了解孔子也了解我们对于孩子的态度。很多家长面对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努力呢？哎，你那个时候你努力过吗？我当然努力了，你忘了所以经常有这样的时候，说你回去留着自己想，这样呢便利于你面对别人的时候比较信实的面对别人，同时也符合实际情况，便利于交往，便利于谈话，便利于互相激发。这是这个第一个那么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是返回头来的一个总结。我说它是总结嘛总结以后呢，他又有了感悟，他就拔高提升，一定是这样的。就像你给领导写总结报告似的，我们这一年成绩如何？好，你要写了。我们这一年是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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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有一天，食堂伙食非常差，把大家全吃坏肚子了。这事儿你肯定不往里写，
你写领导也不让，让了也没用，也不会发出来。说这人怎么这么不实在呢？那圣人会实在吗？圣人也有不实在的时候，你知道他也会在人世间相处，你就知道他一定有拔高的地方啊。就是这样一个话语。那么在说整个《论语》和这句话语之前，我还想，我来的时候，我想跟朋友们说点啥话呢？我先说3句话吧。第一句话，不要把孔子当成天神和皇帝来对待。哟，这啥意思啊？哎，你不能把孔子当做上帝和圣王啊，那样他说的话你就得照着做呀。你是不能将信将疑的，要不然你就违天逆礼。这个朝廷会下旨意惩罚你啊。圣王是指朝廷的王了，是吧？那我说王老师说这话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把孔子当做上帝和圣王来对待，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孔子是，那你说你王老师，你承认孔子是圣人吗？承认。中国的圣人是从人间长出来，他有人味儿，他不是天上的上帝。中国的圣人是从平民百姓长起来的，他不是皇帝所以他跟我们很亲密。所以你不要把他的话语当做这个上帝的话语和圣王的话语，一定就是那么回事儿，或者必须照着执行。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把他还回到人间来，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经历了一生的周折，学懂了很多知识，充满了智慧，然后跟我们交流。哎，要这样，我互相提问，跟孔子互相提问。你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在什么场景下说的？你别看那些注释家说的，完了以后你就信以为真了。你也可以注释。我告诉你，你要是注释，不一定比历史上那些注释家注释的差。这是第一句话，就是别把孔子当做这个上帝和圣王。第二句话，大凡你自己能说出来的道理，不要一定非要引用孔子说，是吧？那我们这个民族历史文化比较悠久，再加上讲儒学的这些人呢，愿意把孔子和孟子这些人神圣化。谁要是对孔子和孟子说点不太恭敬的话，那他们还生气甚至说你无知、愚蠢、狂悖、忤逆、大逆不道。于是乎，但凡说话开口就是孔孟。本来你自己能说的话，你为什么非要说孔孟说的？比如说我们回家跟自己，你家小孩子要小，有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吃饭，哇哇哇吵起没完。你说别说了，吃饭不要说话，小心呛着啊。晚上几个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掐我一下，他怼你一下子，然后几个人不睡觉，哈哈，那兴奋起来了，你会说他们睡觉的时候不能搞得太兴奋太兴奋睡不着了。你看你说这不挺好的吗？哎，经常你不会这么说，我们中国人家长不会这么说。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小孩子说啥叫食不言，寝不语？你费了一大圈力转一圈，又回到刚才你自己说这个话上，他才能明白。那你为什么非要说孔子曰呢？就说王子曰不就完了吗？你咋说你就咋说吧，你为什么把这一些所有的话都非得架到孔子身上？他总结的是人生的智慧，我们经历了人生，也有这套智慧了。你说出来的话更符合你所在那个实际场景，你就不必要非要说孔子说孟子说了，是吧？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二句话啊，这样说的啊。第三句话就是你别给孔子定位成他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圣人。哟，说王老师怎么这样的一个说法，挺吓人的呀？不吓人，一点儿不吓人。你一旦把他定位为单个的民族的最了不起的圣人的时候，你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什么错误？第一，你小视了孔子，他不是中华民族的，他是人类的。你要把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系统中去看待他的贡献。你非要说他是这个中华民族的，是吧？你就小视了孔子，因为孔子的仁德与智慧应该属于人类，本来也属于人类，是吧？你尤其不是属于简单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的国家，它是中国的民族和中国的国家，甚至是山东省曲阜生长起来的，在那里长大的，但是它的意义不限于这儿，是吧？如果你仅把它放在这样的当成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圣人啊，好像你很崇敬他，其实你小视了他，这是第一。第二，当你把他当做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圣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胸很狭隘，你把你的设定的敌对面用孔子来给你做挡箭牌，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中华民族的意思，你跟世界人民已经处在敌对的态度上了，明白这意思吗？你不小心就跟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处在敌对竞争，反正他是这个非我族类的那样的一个对立面，你抵挡不过人家，把孔子拿来挡箭牌去抵挡人家，你这不害孔子吗？是不是？这是一。我是说这个问题里的一啊，这个问题本来就已经说了二的，一个是说你小视了孔子，一个是另一面，就是说你让孔子充当你心胸狭隘的代言人，你这一狭隘就跟其他民族造成对立了，对立的效果是什么？苏格拉底也不行，耶稣也不行，释迦牟尼也不行，佛教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混蛋的东西啊！只有儒家才是最伟大的，你这不是跟人家搞敌对吗？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讲，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大家都知道，你是多元化的时代呀。啥叫多元化的时代？为什么要多元呢？我就不多元，我就一元，我就儒家好，其他的都坏。全世界就我中华民族最伟大，剩下的民族都烂得很，是吧？谁要比我强，我就过不去，我就搞他。你不太狭隘了，是吧？你不知道啥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大家平头发展呢。多元的意思就是不可一个啥好事不能都让一个人摊上，一块地方摊上，大家均衡发展，共同获得机会嘛。就像分享这个阳光和雨露一样的。哎，你看这是对外，是吧？你要是真的把孔子做成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什么什么东西，你犯了个大错误，你会把自己这个狭隘的心思放成孔子跟世界其他各族人民的对立去了。而同时对内也一样，你说儒家是最了不起的，于是乎道家不行了，哇，老子、庄子那都比孔子差的太多了。都是不负责任的、逃避责任的什么之类的哈。墨家也不行，墨家因为墨子不同意孔子的观点，那法家也就更不行。于是乎，你就走向了唯孔独尊的这个境地，这跟孔子的人生是相违背的。孔子学无常师，谁有长处，哪家有长处就跟哪家学啊。
啊，我们这个是背离孔子的真精神呐。为什么那么多后世的儒者总喜欢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是因为他们自己狭隘，自己无能，从而把孔子当作祭品，举着孔子的这个偶像去跟人家打架，让孔子帮自己出气，实际上是把孔子当作祭品扔出去了，这是不对的。根据我们所了解，孔子在有生之年，这个虽然说有自己的坚守，但是心胸还是相当豁达的，多有所学，多愿所学，不愿意跟更多的人主动去够难，也从没觉得自己是世界上，这个国家最了不得的，这个民族最了不得的，这个学术界最了不得的，和全人类最了不得的。孔子没这样做，是吧？啊，都是我们后世的儒者无能，嗯，狭隘、自私，所以把孔子置于如此的境地，哈。那我今天说的话语的意思就是先把孔老夫子放出去了，放回到人间，放出去，放归给世界。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个总体的东西，你可以不听我的啊。这个你说王老师说的没道理，我不同意啊。你可以不听，咱们多元化时代，我不强求任何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我不需要，我也不需要粉丝，是吧？你要是能攻击我，攻击的有道理，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更舒服哈。为了这个朋友们了解方便啊，这个陈芳老师建议我还是写几个字，于是我就做了这么个 PPT 啊。那孔子说他15志于学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话。这个志于学是什么意思啊？所谓志嘛，《说文解字》上讲说，心之所至，之谓志，就是心理的指向。啊，我们也可以给它限定一下，说心理的朝向固定方向的比较稳定的指向叫做志。那这个话也很难解释啊。我们再加一个，志总是向上蒸腾的，是吧？那么这其实是孔子的动力来源。至于学是啥意思？是孔子至于好学吗？至于读书吗？像我们的小学，我曾经在不同的这个讲场我都说过，我说孔子其实没多大学问，你们不要害怕他。我们现在的小学生都比孔子有学问，哇！有些人一听要炸庙了。我告诉你，现在小学生学多少门课？孔子那时候就算是6经，他也就6本书吧。6门课吧，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学了多少门课呀？是吧？啊，真的是比孔子有学问，而且孔子一辈子就学那么几本书。你再往上涨，你中学又多学了，你又学了硕士，又学了博士。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一个人，每一个人身上的学问，相当于最少100个孔子所拥有的学问。但孔子说，至于学，说他立志就是向学，那一辈子就学这么点学问。哎，那时候只有这点书啊，那你怎么办嘞？是不是？哎，关键是你得学明白呀。那孔子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还要学明白？他的动力从哪儿来呀？对，至于学，不是说仅仅就是学啊。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学校啊和家长啊，对于这个小孩子的要求，比如说咱们就说15岁吧，初中以下的孩子，对这个要求，好像是说要学就算是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不是，他这是两回事儿。你有了理想、有抱负，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然后去学。补充自己的不足，增长自己的才识。嗯，就好像你想当个主角演员，
然后你故意去练武术，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连射棍、鞭锏锤抓，那你是这样的，练这些东西是为了成为一个武术大师。所以这志和学，志于学不是志在学，是为志而学。有了志了，志是学的动力。这动力从哪儿来呢？哎，在孔子看来，我们一般说来啊，你这个年轻的小孩其实立志挺不容易的啊。这个朋友们，这个回想一下自己人生的经历就知道了。就算你很正常的励志，哦，周围的孩子也不太允许。说什么意思啊？哎，这个世俗生活呀，它是拉人向下沉的，你要注意，要清醒的懂得这一点。你周围的所有的环境的最大的重力都是往下拖你，而不是往上举你。往下拖你，你还是人群中人，要合群。你不能表现的太不合群，你将被孤立，这样对你人生心理状态和什么都不利。你一旦迎合了大众，好像是合群了，实际上你放弃了理想，你被他们拖下去了，他往下拽。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套小朋友的说话的词语啊，我今天走路上的时候，忽然间想起来，怎么想？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可以跟大家说。小时候那时候，谁学习好啊，老师让他当班长，当了班长，同学们就恨这个班长，因为他会帮老师去做工作，啊，来管理或者说辖制这些同学，是同学就不高兴。还有呢，就是说老师总找他，总觉得他行，啊，好像就我们不行一样的。于是大家就想办法这个诋毁他、讽刺他、嘲弄他，甚至私下里头给他使一些坏的这个手段来陷害他。我小时候有一套什么科呢？叫做就是那个普通的这个小同学们，说这个班长的话，说了大班长假积极，脑袋扣过西瓜皮，西瓜皮两半了，大班长掉蛋儿了。我忽然间想起来小时候的上小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就说这样一套课，这啥意思？他就不想让你这个人出人头地。你总觉得你想励志就是我要比大家强，很简单，不用装，是吧？说我励志就是要做一个不如大家的人，那叫励志吗？那叫是吧？是，那连立正都达不到了，是不是？哎，你看看，这就是他不允许你，他不愿意让你，这是世俗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了。他往下坠人，他不是往上托举人呐。所以我们每一个时期获得一点发展不容易，小孩的时候励志更不容易。啊，那么，但是这个智力有不同的东西呀、什么东西促使你立这个志啊？哎，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师啊，学校啊，经常给孩子讲一些大道理，为祖国、为人民、为这个、为那个的哈。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根本没用。为什么呢？你说的那是普遍的，对于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个别的心理。你要能调动他的心理的积极因素，刺激他的心思，让他情绪激荡起来，他才能把这个心智往高提升。就是他个人，比如说，他们打压了他，为啥打压你？你把这个东西找到，你激励他继续不怕打压，哎，他这志气就起来了。你让他为祖国、为人民，这没用啊！你看咱们这些孩子，天天这个升这个五星红旗，有几个成为民族英雄的？为什么？你普遍的这样没有针对性的激发不了个性的教育，发挥不了作用。你看孔子的
我找到了他励志发挥作用的两个这个重要的点啊。我教《论语》好多十年了，有事没事的做其他儒家的学问，也不得不又返回来翻看《论语》。所以我对孔子这个人呢，起初可能算是猜想，后来算是了解，然后就是同情，接着就是交流啊。那当然不可能真正实现彻底的交流，因为他那个场景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只能尽努力而已。我觉得第一个他的动力来源，他是想恢复家族的荣耀。我们现在的孩子如果生活在深圳的话，生活在上海的话，大概没有这个家族很强烈的家族愿望。但是你生活在乡下的人，还有这种家族的这个情绪在，因为他那个周围生活的都是一个一个姓氏的不同家族，这个家族的荣耀跟这个人有关系。这个人如果是家族是荣耀，他可以沾点光；家族一直很不好，他可能是不太被人瞧得起。所以还有一点，那在孔子的时代，那更严重。如果他的家族没有那么崇高过，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荣耀，那孔子可能就成不了孔子，也没机会。因为他是商朝的王家的后代，他是商汤王的后裔啊。尽管到了商纣王那个时候，他只是他的先祖只是商纣王的哥哥，那后来被封在周朝建国以后，被封在周朝这个宋国还是宋国的国君，传了好几代之后，他们主动让给弟弟作为长子，然后变成了宰相。宰相又做了几届，被另一个宰相给这个，呃，因为争权要屠杀他们家，把他赶跑，跑到鲁国去了。开始由于这个身份还能做一点官，到他父亲这儿就做到所谓这个县长，这个到他这儿基本上就啥也没有了，因为他父亲这个生他的时候年纪很大，据说已经60好几了，好几也不知道。美国人说70多岁，他从哪儿得到的材料？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人一般猜测是64岁啊，或者65岁。那就是这个他父亲生他的时候年纪很大，生下来他不久就死了，他都不知道他父亲，一点印象没有。所以他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在乡下里头啊有这个习惯，那些小孩子都羞辱他、欺负他啊，说你是没爹的啊，你是这个野孩子，是吧？他就要了解这个事实。等他稍微长大点他知道他家的来历了啊，他家是原来这么光荣的这个家族，这么伟大的家族，是吧？这些人还敢欺负我，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行了嘛，没落了嘛。没落了，但是我们这个物质上、地位上没落了，可是我们精神上没有没落，所以他要学古礼，学这些东西，学的满身都是学问。不，我比你们都有学问。他要争回贵族的精神荣耀，至少是这样啊。当然，他也想在地位上争回来，那个有没有可能就另当别论了，是吧？在精神上可以争回来，这个自己的努力占一大部分成绩，在客观上获得什么官位、职位之类的，那个很多时候机缘性可能更大一些。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恢复了我祖先的荣耀，我就比你们高。哇，我们成人有的时候会忘记了自己从小成长的过程。从小的时候，这个在小朋友们面前表现出自己比较高傲，一般都不是一般家庭的孩子。那时候小孩子没有那么多修养，是说我装作很平和的样子，跟老百姓这个人民群众这个打成一片，没有那个想法，他都能表现出来。比较好的家庭的孩子就是
至少他是比较昂扬，他不是垂头丧气的，低三下四的。那个家庭出身不行，老受人欺辱，从小就低头就弯腰，长大也直不起来。所以孔子呢，从小就是一个能直起腰的人。受欺负的时候回家一问，我家这么大的贵族，那自然我腰板挺溜直的。哎呀，就你还骂我！第二个就是赢得个人尊严，那些小孩真骂他，赢得个人尊严，不仅是说我祖先贵族多么厉害，但我要自己要有本事，我要好好学呀。我练武也是本事，但是他主要是好好学呀。我要拿精神的东西来表现比你们强，我就比你们有学问，就比你们懂得事多，就比你们有思想，就比你们看问题深刻，我就比你们会分析有逻辑。不信拿了个问题一说，你哇哇哇哇，以为你好像胳膊粗力气大，讲了半天没人搭个你，我两句话大家都觉得说我说的有道理，哇，这尊严就来了。成人不太看重这个，小朋友太看重了。哎呀，我那小孩上中小学的时候，有时候我去开家长会，我就知道了。那黑板上他们小同学们自己写的，谁写了什么名字，谁写一个什么文章，或者谁上去写两首诗，写两笔比较好看的字，那都受人尊重，哇，那不一样。所以小孩的时候，这个刺激性更大。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是说，孔子十五志于学，它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两点。我们不必要把它拉成说啊，为了这个恢复这个为了祖国是吧？为了民族，为了创立中国文化，没那样，没那么多玩意儿。小时候他不懂这些，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就这么有大的刺激力，哎，就刺激他发愤图强。你们平常里玩那些无聊的游戏，我不干，我回家就读书去，哎，就这样他就长起来。这是十五至于学啊，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十五呢都在学，但是不一定智，都是被逼去学的，也不知道为啥学，学完了也不知道有啥好处，是吧？人家孔子一共学6本书就成圣人了，我这的你看我这书包这么厚，多少书我学完了我还是个普通的，谁看我都不像话，考试成绩还不及格，天天比我半夜不睡觉。咋的？能把我逼成圣人吗？要是真能把我逼成圣人，我认了，是不是啊？逼不成哦。你看，这效果不一样。这智是自己内心中生长起来，外力只是刺激影响。往往是人在憋屈、受打压的时候，心智才能更加昂扬。啊，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三十而立，那三十而立只是一个话语了啊，就是说，当到这个30前后的时候就立起来了哈。这个朋友们也应该比较实在的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因为我们这个脑子，中国人这个脑子，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这个教导的往这个非此即彼的方向带引。他现在我们学校有时候还这样哈，就是不是善就是恶，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好就是坏，不是优等生就是劣等生，他没有中等生，这那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往往把很多东西呢就给固定住了。比如人文的东西是很有活性的，就把它当做几乎是技术性的东西。所以三十而立呢，基本上就被当成30岁了。三十而立的立是个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想不想？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汉语了。我们就说孩子大了是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哈啊，三十而立也不一样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啊，人家有的孩子厉害的，人家小学毕业就要而立了，不念书了，直接去打工去了，不靠家里养活了。我们更多的人三十立不起来呀，都在读博士呢，博士还没毕业了，不得靠家里供养吗？是吧？6周岁上学，6年小学12周岁，3年中学15周岁，三年初中，3年高中18周岁，4年大学22周岁，3年研究生25，3年博士28，这还都说正常的，中间有不少毕不了业的，缓1年的，隔2年的，是吧？那到30岁的时候，这还没工作呢，谈什么而立呀？立的第一点啊，经济独立。经济不独立，谈什么独立？不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敢叫独立吗？有勇气说吗？就算爹妈有钱，说啃老有依靠，但是你啃他的时候，他不是自己的，你心里头不得劲儿啊。你跟朋友们在一起吃饭了，你说我今天我在公司里，我工作了3年了，我这公司收入还可以，我现在一个月月薪12000，没事咱们没事吃点喝点不成问题啊。这顿饭我请了，他们挺高兴。你看不高兴了，你说怎么老他请啊？下次我来请。是你上班了吗？没有啊。找着公司了吗？没找着，没找着，那钱哪来？那我家不缺钱，我爸和我妈不给点钱，两回事儿。别人给你的尊严感不如前边那个。啥叫利呀？别人不尊重你，你怎么能利呀？利就是在别人尊重的目光下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人家尊重你的第一点是经济必须独立啊，经济不独立怎么立啊？第二点，人格独立，这个更重要。人格独立，我指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了啊。一般人讲这个话题就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直接就照见儒家那个道德伦理啊，忠君孝父啊，尊师重道，跟朋友讲信义这些东西去了。啊，我讲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啊，有独立的这个带领自己走向自己固定方向的这样的能力，有自己处置自己生活问题、情感问题、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大致的有了，这叫人格独立啊！这人格独立太不容易了。朋友们回想一下自己啊，连你自己的情绪你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了啊，那就是未长成啊，那就是没力呀、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一生气，我今天我非跟他拼了命了，是吧？因为一次感情上的简单的这个差错，不想活了，或者置别人于死地了。这个东西虽然说后来构成犯罪或者是自杀什么之类的哈，它都是没立起来啊，就是心理学上没立起来。当然，再向下的独立就更严重了，是吧？再向下的独立是什么？是思想独立。人格独立以后，思想独立更难啊！我们经常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和我自己都一样啊，因为我们受到教育，受老师的引领，看古书靠受古人的引领，看这个印度、日本、西洋的书受印度、日本、西洋人的引领。
你不受引领，你就学不到东西啊。引领完了之后，经常就把自己迷失在被引领的途中，并且形成了习惯。一旦没有引领，我们自己不会动脑筋了。所以思想独立特别艰难的啊。最后一点独立更了不得，叫精神独立。这是我的理解啊。所谓立是4点：不，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和精神独立。当然，我受我先生的启发啊，我先生88岁的时候，我把他请到深圳大学来讲座啊，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呃，这个思想家韦正通教授。韦正通教授说：“我这一生啊，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独立啊，当然他的人格是相当独立的。他没说，我也不是为了给他补充，我是想人生的独立必有这4种独立，少一个都不行。你说我精神独立啊，思想独立，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你可能这个要出心理病症。就是心理学上的人格必须独立，非常难的。你这样再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是吧？所谓我们是不是30能够立起来啊？圣人是了不得呀，他30就立起来了。怎么立的了？孔子经济独立啊，那时候他还没有找到官场上去做官呢。啊，他学习古代的礼仪，他学得好啊，他给人家做司仪呀，人家结婚了，生个孩子了，包括丧葬了，他去给人做礼仪，人家给他钱收入啊，有收入啊，是吧？我们现在叫司仪呀，是吧？有的叫婚庆公司啊，孔子就婚庆公司的职员。他有别的，你不知道一位圣人做多么了不起、伟大的事情，其实他做的很平凡的。他给人家家看点什么，让人家早晨你就把羊和牛租给农民去放去，他帮着人家数数，你租出去5头羊啊，你租出去3头牛，你到晚上几点你要送回来？太阳落山之前。好，你要租出去3头牛，晚上送回来挺好。你领出去5头羊回来了。啊，剩4只羊，说那个来，让我烤全羊了，那不行啊，人家要找你了，是吧？说你出去时候这羊长得都好好的，回来有一个羊毛没了，是吧？薅的跟葛优似的，照本上讲话。说我拿去织毛衣去，那不行啊。孔子就负责这些工作。你说这些工作有什么崇高伟大的？没有嘛，是不是？但是它可以保障你有收入啊，你经济可以独立呀。经济独立，人格才能独立呀。见谁都低三下四的，找顿饭吃这么艰难，还心里这个人格独立就难了，是吧？但是孔子讲这个30而立，我们今天看啊，绝对不是说孔子说，哇，他在30岁就思想独立了。根据我们后面的对于孔子的了解，不是这样，因为孔子说他40才不惑呀，才不糊涂啊，才不受蒙蔽啊，至少可以这样理解吧？那30多岁还挺糊涂的呗，对不对？挺糊涂怎么能叫思想独立了嘞？没独立起来。所以思想独立不是30岁的人可以轻易做到的，但个别人可以做到啊。那在座的朋友们可能有的已经做到了，是吧？这个精神独立这个更难说，所以孔子这个时期所谓30而立是有特质，我觉得就是啊，经济独立啊和这个人格独立，用现代心理学的话，也就是说有饭吃，懂礼仪啊，也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双重尊重，因为到30岁左右，人家就这个官府有啥活动就找他，想让他当官去了，受到尊重。嗯，
是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啊。最主要的是人格独立，伦理人格的独立，因为他学懂了很多礼仪呀。嗯，在道德上啊，他比较成熟了，是这样的，不是现在完全心理学意义上的啊。这个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就不能往进一步伸展，说孔子这个32立已经达到了思想独立和精神独立的程度。哎，这个跟别人说，可能别人会信；跟我说，我不太信啊。或者我跟这个有些人，反正这个喜欢这样说，我为啥不大信呢？我这个说的有道理呀，因为孔子说他40而不惑嘛，这个30还惑嘛，是吧？惑你这个思想独立就有问题嘛，是不是啊？就一般说来是这样嘛。嗯，那么人生这个惑不惑，一般说来啊，就一般的意义上讲，那一个是来自于外面外因的刺激，另一方面呢是内在的起因。外在的诱因就是它诱惑你，让你陷入迷惑，陷入困惑啊。内因就是你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冲撞你，驱使你进入迷惑，进入困惑，陷入困惑。说生命里还有那个东西吗？我们本身不都是想叫清明的吗？要想啊，都谁不想让自己的思想更明白呀？我们现在还有各种课程、各种老师教大家如何思想，是吧？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受情绪的干扰，让思想能够独立的越来越清醒、清明、明确。哎，人的生命里就有触动自己进入迷惑、陷入困惑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生命本身的能量。活着就有能量，活着就有欲望，就有这种能量驱动你去实现欲望，满足欲望。但是社会生活在走向文明以后，它客观上限制了你很多的欲望，这些欲望是不合乎文明法则的，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公开实现。那怎么办？你要是完全把它挡回去、压抑，你心里会出现问题，你这个心理人格上就挺立不起来，因为你心理人格不健全。你要满足他，你说心里顺畅，不受压抑了，但是你被祸拉走了，你远离了文明，你不只要承担道德责任，严重时候你还要受到惩罚。所以这个人生这个东西，哇，他不是说你想不想学好的问题，说我一定要想，我真的是想学好啊，我不想陷入困惑呀。我尽了力了，不是这个地方尽力没用，要能力才有用。你尽了半天力，结果你尽的全不是能力，都是蛮力、傻力不相干的力呀！你没有能力，你尽多少力不是白尽力吗？这能力在哪儿？在生命里面呢。这要慢慢的锤炼，慢慢的发现，慢慢的开掘，慢慢的培养，慢慢的锤炼呐。啊，这个好难，这个不能说，说了也没用。我们很多时候，你看见的那个，你说我们这个不在一个频道上，没法交流。有的时候不在一个频道上是由能力带来的，一个是他选择方向不在一个频道上，一个是选择层级不在一个层级上。这么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你怎么就不关心呢？啊，我不关心怎么了？你看你能说动他吗？说不动啊。
你说人家都感动的哭了，怎么你一点反应没有啊？哎，他就没有反应啊，你能怎么办呢？你给他灌辣椒水儿，淌出来眼睛里淌出来水，还不是眼泪啊？你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他就是不懂啊。他装作懂了，为了应付你啊，没有能力啊。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各位朋友看见网上的很多人一天胡说八道，是吧？你看着好像挺厉害，包括一些视频之类，哇，你看这视频说的好好啊，这个好好，其实不是别人给他制造的，然后让他去念，让他一个形象。你不信，把他找来跟他聊聊天，你看他懂什么？今天晚上我给你们讲这些，你们跟他说，他多半那些搞视频那名手多半都是听不明白的。你看看，这你不跟他直接性的交流，你就不知道啊。你在自己的生活中，你碰见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说你着不着急，是吧？哎，他就在祸里，就出不来，也不是说他不想出来，他想出来，他也没那个能力。那你说你没能力，我给你个绳子，你掉井里头，你拽住绳子，我把你拉上来，不是。人生之祸是自己掉井里头，只能自己爬出来，别人拽不出来。那时孔子到了这个年龄，是不是就是说啊，他的一切的问题都不迷惑了呢？不可能。见着美女，孔子还动心。哎，你看《论语》中记载的这个事儿，做真做假不知道，反正子建这个到魏国去见了男子，是不是啊？表现的情态有些不对。子路就说：“你干啥呢？你咋这样呢？你不是我们道德宗师吗？”孔子说：“我要是有别的想法，我告诉你，天打雷轰。”他发誓，他发毒誓，越发誓越有那么回事儿，没那么回事儿根本就不用发誓。但是究竟是为了啥？历史上解说很多，有人说啊，说不是因为这个男子的这个长相，诱惑了孔子生命的这个内在基因的冲动，说是因为男子这个人，是吧，主政不地道，也不应该当政垂帘听政，所以你不应该来见他，这不符合礼法。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啊。但这事儿比较麻烦的，当年林语堂民国时期把这个事儿拍成戏剧，孔子的后代就是所谓他们家那个遗传基因的继承者啊，姓孔的这些人就告到国民政府去了，说这个林语堂这个诋毁圣人的形象。哇！国民政府教育部没有办法，要不然他们会大闹教育部。那圣人的后代大闹教育部，你想这教育部怎么担待得起啊？圣人呢，中国教育的开创者，这后人成群结队的，成百上千的围困教育部，说你们这教育部这个糟蹋圣人，这事儿也是很难办。没办法，就下指令啊，把这个学校的校长调离，把这个写这个戏剧的林语堂开除换学校啊。那换学校是你私下的事，表面上我都开除你们俩了啊，就算完事儿。这是一个困惑，再一个最重要的困惑，你知道孔子到53岁的时候才开始周游列国呀，一直到67、8岁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国家鲁国呀。什么叫周游列国呀？朋友们，你们那是干啥去了？哇，领一帮秃脑袋蛋的年轻的小伙子孩儿去旅游去了吗？考验自己的极地体验去了吧？不是啊，各个国家走啊，见人家的王者呀，希望人家任命他为宰相啊，然后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哎，心中充满了对权力的期望。
王老师这是在诋毁圣人吗？没有，说的是实话，真的。他想借助权力实现自己的伦理理想，没有这个权利，没人听他的。他想借助这个权利，他就得有这个位置。他想到人各个国家去当宰相，周游了一大圈，谁也不搭理他。还不如自己的学生，他很多学生在周游列国期间，有的当了别的国家宰相，有的当了重要的大臣，他就啥也没当上。你说他霍不霍吧？难道我们说吧，你这个从我们后来对于这个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吧，历朝历代的皇权哪有听知识分子的？哪有听说你是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又有学问，我就听你的？我只能利用你，让你帮我说我这个是有道理的。你要是说我这没道理的，我就收拾你了。我怎么会把权力让给你来随便玩？按照你的意志，你必须按照我的意志维护我的权利啊！这个历史是这样写的。那么孔子，你这么了不起的圣人，你深通历史，你周游列国转了这么多圈，当然是后来的事。开始在这周游列国之前，30多岁的时候就在鲁国当过司寇啊，摄过相啊，又跑到齐国去试验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碰碰运气的机会，没有成功啊。可是你知道啊，那时候诸侯国的之间的联合关系很多，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所有的学问和德行都将被权力所利用，而根本没有任何驱动权力做任何方向上改变的可能性吗？你连这都不知道吗？也不可能啊！你连这都不知道你什么圣人呢？是不是？那你是剩下的人呢？你知道这个，你还去周游列国，你不是依然迷惑吗？是不是啊？那这孔子为什么说他不惑？你这人不是撒谎吗？不是。哎呀，我现在啊，我最近这些年，我在不断的反省这些问题，因为孔子是非常诚信的君子喽，他这个有特别所指的，大概是指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或者说围绕在权力周围，给权力当工具的那些人。比如说，鲁国呢，执政大夫是季氏，帮季氏忙活的这个人叫杨府，跟孔子一般长大，小时候就欺负孔子，这个小子非常坏。他后来当了季氏的主持的时候，完了让孔子到他那里去当官，巴结他说：“来吧，哎呀，说这个时间不等人呐，时光流逝如流水呀。你看你这些年东奔西跑，到现在为止啊，依旧如此，连个处长你也没混上，你还是个白身呢。”孔子说：“哎呦，你要别的时候，我还真不愿意听你说话。这次你说完之后，我还真得好好想想。你看《论语》中有这话呀。那孔子这个不惑是啥意思？很多可能性，我猜测的啊，就是政界的这样的一些人，再也不能蛊惑孔子了。他说：“哎，你跟我来吧，这一定有好处，有机会啊！这个怎么回事？我把你安排成那个深圳市教育厅副厅长。”你投靠我来，我跟季氏去说，我让你当深圳大学校长。深圳大学现在正缺校长。孔子原来的时候可能相信他能忽悠，后来孔子大人说：“你这玩意儿，你再说这个，你迷惑不了我了。我知道你是啥人，你就想利用我，你想借我的力，把我的成果写在你的那个功劳簿子上。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做完了活之后，他功绩不都是领导的吗？是吧？
孔子那时候也一样啊，大概是这个。孔子说：“你这个家伙以后再别跟我扯这个，我是明白了，我再不会受你骗了。”大概有这样的方面，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可能也不太迷惑，但是人生整体上和个别的事情，不是我们现在你在座的朋友们有很多超过40的了。你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天晚上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想不清的问题啊？你是不是有看不懂的事儿和人呐？你说马斯克这个人怎么这么聪明？他比我还聪明，好奇怪呀！你能想清为啥吗？你说我觉着我就够猛的了，我发现这特朗普比我还猛啊！有很多事情你想不清，是吧？包括我们的理论问题，我们做理论的经常想，呀，问题不对呀，原来那个想法是整个历史的，包括整个历史的想法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去想的。为什么会朝向这个方向去想？我不朝它这个整体方向去想，我拧过来朝侧面或者反面去想，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哎，我们的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啊，人文的问题啊，它没有固定的答案呢。你迷惑了，惑就是不清楚啊，是吧？还有一些事啊，我们说很多老师说现在的学生不好好学习啊，也不知道尊重老师啊，为什么呢？那是现在这个情况不对了啊，为什么不对啊？你想清楚了吗？从哪儿来的？你再回想回想你们自己，是吧？我们自己啊，包括我，我们对自己的老师怎么样啊？但有些老师他不值得尊重啊，他也不上心，也不把孩子当成自己那么一回事儿，也不把教育当成那么一回事儿，那人家不尊重你很正常哦。说有一些确实是需要尊重啊，基本上，但他没尊重啊，那这些小孩咋长起来的？那跟我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再说现在这个教育本身，它就已经不像以前说，哎好像很多社会都推崇。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这要是毕业个大学生还了得了，各地方的党政领导，这都来找来了，排队呀，说哪个地方分配来一个小伙子，大学生名校毕业，哇，下边县委书记、县长、档案局长的闺女都排队呀，来介绍对象。你现在哪儿要来一个大学生毕业了？说这个小伙子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哪个领导要是还动心思，那是他祸了啊！这情势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这祸法不一样啊，祸的目标不一样啊。我这连跟大家聊天啊，连这个说这个往下进展，那50叫知天命，是吧？这个什么叫天命嘞？不知道，你知道吗？啊，谁知道天命？我们成天喊天命，问题成天喊命，你知道啥叫命？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咱们慢慢学啊，咱们一起来学。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呐，是吧？”这个呢，我们一般的呢叫宿命啊。我写的啊，大概可以从这3个角度来了解所谓命。一个是宿命，就是那东西差不多跟数能碰上，不太好变动。比如说每一个人究竟能活多大年纪，基本上是有定数的。这个我绝对相信啊。
就是说你生下来，你有80岁的命，你肯定活不到90，你活不到83，你也活不到82，你就80。到这时候，你那基因就死了。你说你上哪儿活去？那个基因的生命就是80岁。但是你说老师，我就70就死了，那你作自己嘛，是不是？你非要死呢？你别说70了，你7岁都可以死啊，是不是？而这寿命呢，不可超过的是上限，但是没有底线啊！你啥时候想死，底线都开放，是吧？哎，这叫宿命。这个死生和富贵啊，大概是这种东西。第二个呢，叫道命。哇，这个道命比较吓人呢，经常是大儒家、大道学家讲这个东西啊，就理想和这个事业是否能实现这个所谓的天命啊，决定这个东西的东西。啊，孔子那里头有“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说的道是什么道呢？宋代的理学家们从当然早就有了，到宋代和明代的理学家们提升的更高，这所谓天道，所谓天人合一之道。那其实孔子的所谓道，就是先王之道，就是夏商周三王之道。你看《论语》看多了，你就知道，孔子虽然也信天命，但是他讲的这个所谓道啊，主要是指夏商周3代之道，因为他学的非常好。他所以说哦，文不在兹乎，就是所谓文呐。我们现在讲的所谓文脉，就是指这个道，在三王之道这个文是血脉传承的一个问题。不是普通的这个作文咋写的问题啊，不是文学创作的问题，这是道命。这个道命呢，孔子认为也由天定。哎呀，同不同意，咱们姑且不论，是吧？咱们就先了解孔子认为道这个亡不亡，灭不灭，那也是在天命。因为后来的宋明儒者把孔子这个所谓三王之道变成了天道，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推理就是三王是依循天创立的人间之道，所以也是天道。所以天要不灭，那个天就有道，道就不会灭。所以人间可以有兴废，天道却没有这样的这个生灭，是始终有的。这另外一种理解啊，这个当然，孔子说的天命就是说，那个第二部分就是道命，就是他所承载的文化圣道能不能传递下去，由天来决定。当然，我们看《论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孔子认定这个道不会灭。那他说，比如说他被人家这个围困了啊，他说环推其入于河，他能把我怎么样，是吧？比如说这个有人对这个道将不利，对他将不利，那他也会说，如果天要是有意这个把这个道绝灭了的话，天之将丧斯文也呀，就是那以后后于我的人就不再会能够感受到这种道了，因为道在我身上，他把我搞死，就没人知道了，我以后的人谁也不知道道了啊。他如果天要不想毁灭这个道，那他搞不死我，我还可以教后面来的这个小同学们，现在第3届了吧，第4届还可以得到这个道。哎，他是这个意思，还能够了解这个道。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
他对天道不灭、三代圣王之道不灭还充满信心。尽管对社会的发展藐视君权，破坏等级制度的现实，深感忧虑，但是对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活下去、存续下去，却充满了信心。哎，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表现出的他的为人的一个基本的心理状态。第三个叫变命，就是说，尽管有宿命和道命仿似都不太变，但是人生的努力的方向和效果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已经感觉到，确实通过我们的努力，很多东西改变了，或者基本上呈现出变化的趋势来了。假使说人的努力毫无作用，一切都有命定，那我们至少就不要办学校了。学校没意义了，受教育有什么用啊？命都是这样的。之所以办学去上学，就是要改变命运吗？就是把自己往高了引嘛，往好的前程上奔嘛，带着自己啊。那就是说，这命是可以改变的，是吧？那至少孔子也这样认为，否则他办什么教育啊？是吧？他教这些人干什么呀？哎，那孔子所知的天命是什么东西呢？是不变的宿命，是坚定不移的道命，是可变的这个现实的一些涵盖其他东西的命，都可能有。这是就学术本身这个天命而论。就一般人生而论，那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一般的我们被认为，这个普通百姓认为，就是说天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示你，让你去干什么。比如说，你在出生的时候，天用红光满室提示你要去当皇帝啊，周和印就是这么来的，是不是啊？那天在不同的时间提示啊，不只是光在出生的时候提示啊，在后来也提示你。有一天你回家了以后，觉得我今天晚上我这个心里头怎么好像明天要有什么好事似的啊？真事儿啊！你看我这怎么这么兴奋呢？我这没喝酒，他就睡不着觉，而且你看，哟，喜鹊都来了嘞。第二天一出门啊，碰见一个漂亮的女子，哎，俩人搞上对象了。你看看，这不天提示吗？我们古典小说好这么写啊，是吧？类似的，哎，这叫天命，告诉你干什么？天告诉你，明天你可能啊要做深圳市图书馆馆长了。这馆长没来啊，馆长来了听了不高兴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是附会。你考察一下，你实际上看一下历史上这些东西，哇，我一看，哇，这个池塘冒泡的，谷这么高哇，我们家这个要来钱了，要发财了，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自然界不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提示你可能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它可能会提示你要小心了，这个真可能。比如说，你今天干了一天工作啊，今天好几个项目完成了，明天又有一个新的大项目，哎，我干完这几个，明天又来个项目，你非常兴奋呐，你没睡着觉啊。
老天提醒你了，哇，你今天累这样，是连续好多天奋战，把这几个项目刚整完，你又整这么大个项目，你要小心呐，是吧？你不在意，没事儿，我还年轻，是吧？我身体好着呢。再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明天我又拼一天命，从早晨7点一直拼到第4天早晨7点，完了，心肌梗塞。因为当你身体疲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将要生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对吧？无力的时候，心烦意乱，没有办法处理事情的时候，这个你都会感觉到。这是老天在提醒你啊！我告诉你，这是天命在提醒你。这王教授说的，回去你告诉我啊，王教授告诉我了，这是天命提醒我，不要轻举妄动，注意休息养病。你真别跟自己较劲，有的时候经常是撑不过去的。这是我新近给大家的一个说法啊。我官场的说法呢，我要告诉大家，我官场的说法就是所谓52知天命啊，其实不是天告诉你去干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不会，你永远一生你也不会知道天告诉你去干什么，但是你会懂得你自己天赋的极限。那样的话呢，包括我刚才说的是生理身体健康承受的极限，心理抵抗力的极限，思想能力的极限啊，精力体力的极限都在记录。就是说你不知道天告诉你应该去干什么，但是你懂得天会提示你干不成什么，不必要去干什么。这话是啥意思呢？比如说有很多人退休了，啊，说我这个可以了，我去旅游去了，那是两回事了。就是说从干事情的角度，你要专干事情的话，比如说你又想当官，又想发财，又想做学问，又想，反正啥好的你都想，最后老天爷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你会知道他告诉你就50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那些你都不适合，你都拿不到，拿到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儿。比如说我拼，我怎么的也能拼个副市长，你拼吗？拼到副市长，滋儿拼进去了，你说你拼他干嘛呢？是不是啊？你说我怎么也能拼到200万？你整个彩票中200万，像赵本山说小品似的，哇，中奖了，嗝儿过去了，那你拼它干啥？你说我拼点多读书明理，多友善待人，多交一些朋友，多跟一些有真性情的、说真心话的、有真感受的人在一起交流真实的人生体会，你说这多好啊！这个可以做到啊！我做点真学问，我不关心那些事儿。我这性格不能当官，我一当官我就贪污。真的，我见钱眼开呀！我见了钱我就忘了爹了，那你就别当官了，是吧？你也不能挣钱，你一见了钱，你把啥都忘了，忘了自己姓啥了，这也不行。你要是这样的人，你有自知，你就找那些告诉你能知道你姓啥的东西去干。啥玩意儿呢？多读书明理，而这都能告诉你姓啥。哗一下当市长了，姓张变成姓李了，是不是？哗一下得了200万，啥也不姓了。哎，一看书，哎呦，这原来是这样啊！哟，原来我姓王哎！这读书明理能让你有自知之明。说我不这样，这我都做不了。那我旅游也行，我旅游我玩啊，是吧？
我有自己的这个经济基础，我跟朋友们散散心，是吧？这个在一起体会生活，一起快乐，唱唱歌，野炊做点饭，喝点小酒，唱点歌，是吧？挺好。哎，挺好嘛，是不是啊？你说我，你你看到照镜子瞅，你说我这一生，嗯没有当省长的样子，没有这个，好像离马云和马化腾那个长相也不一样，是不是？也长得也不像王立新教授，那我搞这个干嘛？我旅游去吧，是不是行啊？是不是？挺好的嘛，你就做你自己。天在50岁的时候，经常会告诉你那些你做不成，就是说你做不成官儿，你挣不着钱，你做不成学问，你呢可以照着自己的本心去生活嘛，是不是？哎，我觉着52知天命在很大的时候是这个环境啊，有意无意的提醒你反观自己，看看不适于做什么，把有效的时间省下来去做自己想做、能做又爱做的事情。哎，我觉着知天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益处。要不然，你说知天命要仅仅就是圣人一个人的体会，那我们看他的书没用了，是不是啊？可只对孔子有用，那你跟孔子去聊去吧，别跟我们聊。只有对我们有用，我们才来听吗？是不是？哎，这叫知天命，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知天命也不容易啊，人呢容易忘记自己姓啥呀，尤其是一旦得逞或者侥幸碰见一次的时候，是吧？今天不小心帮一脚，哇，射门成功，以为自己明天就是国家球队的队员或者世界球星了，那不行，你那是侥幸。我上学的时候有过这侥幸，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打篮球啊，我一个同学呀，个子也很高，就在前面拦着我不让我过。这说你想往里头投篮没门，他就挡着我他不行，他挡得很严。我这上边不行，我下边行，我顺他这里两条腿中间这么一拍，那球从他两条腿中间跳过去，哗，吉尼斯世界大全。你说我这个球怎么样？我跟你说，在你见着过的世界级篮球比赛上，没有这么精彩的进球。你说我这球进去，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公牛队的那个球员了？不可能，不瞎玩的吗？你真当回事儿啊？是不是？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偶或做出一件什么事情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这方面很厉害了一样，是吧？其实不是这样啊。我当年我还觉得我足球很厉害啊，我守大门守的相当好。我上大学的时候把大门守的，我跟你说，世界级球星啊。我们体育老师说的，说王励勤标准的铁大门。现在我跟你说，我要是坚持下去会怎么样？不行啊，因为就我的体格，那关键是射门的人力气太小，那小球一来，你现在这个世界级球星，梆的把我一起射门里头去了，这根本顶不住。这个老夫子说60耳顺啊，大概主要指啥意思呢？我们简单的说吧，哈，就是说听别人的话相对稍顺耳一点了吧。这个话呀，也说明孔子原来听别人的话也不太顺耳啊，挺犟的，不同的观点的争论挺激烈的哦。当然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有自己的坚守啊，他在信念上一定是比较坚定的，观念的执着也很强啊。理想主义者容易犯一个毛病，不够豁达，不够宽阔呀。你看你周围有理想主义者，是吧？你一要羡慕他，二要警惕他呀。
因为他容易有崇高伟大的目标值得你羡慕，但他容易心胸狭隘，跟别人过不去呀。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当老师的时候，你经常想不到这一点。你觉得好像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就这孩子伟大天哪。他一旦树立出了理想，他自己有坚守的时候，他容易心胸狭隘，嗯，他容易不允许其他不同的声音和意向存在。从这里面走回来，变成耳顺，不同的声音也能听进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啊，那为什么说孔子六十耳顺呢？我觉得这话也挺好玩的。不信，朋友们，跟咱们一起揣摩一下。现在我们很多人60以后耳顺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60以前他在岗上，他老跟人家较劲；60以后他边缘化了，废了，再说话没人听了，所以你就不坚持啥，你爱说啥说啥去吧。你比如我在岗的时候，我现在退休好几年了啊。我在岗的时候，我经常批评学校，那在哪个学校批评哪个学校。说那你怎么不表扬他好呢？他好不用你表扬，我跟你说，这人的好和一个单位的好根本不用表扬，你就抓住他的不好来批评，他才能变得更好，知道吧？那我现在不批评，有时候我忍不住还想说一句，我一寻思别写了，我一批评就写公众号，写朋友圈啊。你说现在你再批评的话，人家就不是以为我在批评学校了，人家以为我心胸狭隘，在岗的时候好像学校对哪块对不住你，在发怨言一样。说不能说了，所以学校里面啥事儿，你说哪个校长你这个栽了，哪个书记倒了，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都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不能瞎评啊！你瞎评，人家以为好像你有啥，你想当校长没当上似的，你不满意是？当然，我不是指深圳大学啊。所以你有很多话你就能听进去了。哎，你不信你就考察一下，有很多人他说不对呀，老师啊，我看见学界有一些70多岁的，他还没有，他好像还不耳顺，还觉着好像只有他才对，别人不对，多半是没下岗，在那里演聘，组织基地，领一帮人在那儿继续做课题，为了谋求大家的饭碗，还在那儿坚持。那我们对社会的这个评判是两回事儿，对具体单位的评判又是一回事儿啊。从社会公益的角度讲，那说是不是60岁以后，大家就不关心这个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了？不是？那你看看吧，我们有很多老师，包括咱们这个研习社的老师，你说多关怀社会发展？你看看大华老师、海峰老师他们啊，你说多关怀社会的正义啊，对社会走向美好的未来怀着多么深的期望，并且不惜自己到现在这把年龄，依旧在观察、分析、评判、努力嘛，是不是？这不表现的非常明显吗？那很多你们确实看见他60以后就不他不是耳顺了。我们的所谓耳顺，就是说能够听进不同意见，然后呢反省一下，看看他的道理何在。这很多人60以后他就耳聋了，我跟你说，他不管这社会死活，跟我有啥关系啊？给我开退休金就行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人分高下呀。说咱们研习社这些老师，
这大华老师、海峰老师这些人，你说多好，多了不得，是吧？人家都60以后，人的薪水退休金也不低，人家都耳顺了，但是孩子们也没耳聋嘛，是吧？这跟大家开一句玩笑，其实也是实话，就是说，其实耳顺不容易。我们一般说来，你有了理想、有坚持之后，你容易排斥其他的观点，就是你容易陷入独断，你容不得异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这你就陷入狭隘了。刚才我也说了，大致这个意思。说你要真能把这个东西摘开，说你既有自己的主见，又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听进别人的意见啥？这分析人家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借鉴人家的说法，改正自己的做法和想法。说我可以好好听，你听完了跟没听一样，我也不在乎你说啥，那不是，那跟这两回事儿。那不叫耳顺，那就没长耳朵，那长了白长的，聋的耳朵是摆设，是吧？所以咱们平时里头啊，在私下里头聊天的时候，朋友们也可以互相的这个提示探讨一下，是不是很多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那一句话就可以把这句话的意思说清楚，但对人生来讲不容易。那么我们耳顺需要什么条件呢？啊，见识得广啊，见识不广的人，见识少的人一般都狭隘。见识面不够，见识短浅也不行，这样的容易狭隘。所以第一个要见识，第二个是胸怀啊。胸怀当然也跟见识有关系了，可是不是有见识就是有胸怀呀。有很多人有不少见识，但是依旧没有胸怀，这两回事儿，是吧？还有什么条件？留给朋友们思考啊！你回去想想，我今天有好几个题都讲到一半或者一大半，留给大家想。因为所有的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个讲法不好，就是说，好像你都懂，你都讲，你都懂，那你不就是孔子吗？讲不可能，就把孔子找来，他自己也讲不明白。我告诉你，我今天要是把孔子请来，但是我也没请不来啊。假使我们能请来的话，我把他请来到这儿讲，说你来讲《论语》，我们找一些比较懂《论语》的人，念过《论语》这本著作的人坐在这儿，肯定不满意。你讲的是啥《论语》？这根本不是孔子说的嘛！他说我就是孔子，你是个什么孔子？一定是这个效果。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那都没有必要拘泥。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不同的这个角度，以不同的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去触碰这个问题，触碰的这个点多了，范围广了，那我们看见的这个面就大了，理解可能就更宽厚一点，接近事实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所以耳顺呢，还有啥条件留给朋友们考虑啊？下次我希望我耳顺能听到你们对耳顺的这个高见，启迪我呀！我现在耳朵有点要聋啊，真的是啊。这个七十耳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说的最后一个境界了哈。这个话语上都是好理解的，就是说，你普通拿一个《论语》的注本，你不拿《论语》注本，你也看得出来，就是到70岁了嘛，干点啥事呢，都是随心所欲的去做了嘛。但是就在随心所欲的过程中，又没有碰到这个，没有出界嘛，没有碰到电网嘛，没有违背规则嘛，没有违背基本的伦理规定和道德的这个要求嘛。呃，当然就更达不到法律的界限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既能够随自己的心愿，又不违背客观的规定，从而惹得人们比较烦，或者遭到各种机制的这个堵截和打压。那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得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嘞？实际上，首先这个一点啊，就是年纪大了啊。首先一点是年纪大了，没人理了。哼，你乐意咋干咋干，人家不搭理你，所以你就可以不逾矩了嘛，是不是？嗯，闹笑话啊，最主要的还是思想深度、理解程度、人生境界的提升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就境界这个东西来说啊，我们平日里头很多人净谈境界呀。我们看见网上好多朋友们都在发境界，好像境界多高一样的啊。当然确实有境界高的，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呀。可是更多的谈境界的人不知道啥叫境界呀，也根本就没有很高的境界呀，是吧？那么境界的提升其实是个功夫活儿啊，是吧？你像练武和练街舞一样，练街舞你也得有功夫啊，你不去跳，你踩不上点儿啊，你受不了那个热度啊，你一出汗你就跑了，人家那呱嗒呱嗒一跳跳到10点。境界的这个功夫的提升啊，首先在学思的升进。当然，有关学思的问题，孔子有专论，我将来再给大家有机会的话跟大家聊天时候再说呀。啊，我现在基本上把讲学当做跟大家聊天啊。我要是纯讲一套学术，拿上说这个怎么注的，那个怎么解的，这个字念啥，那句话啥意思，我跟你说，我也可以做，但是我不想这样做了。我觉得这样做，实在是自己还祸在其中啊，并且就是祸己祸人呢，把人家都搞得很没意思嘛，是吧？嗯。呃，再说大家的最重要的是，大家不是练这套学问啊，朋友们是借助这套学说或者是学问，来了解自己的人生，体会自己的人生，感悟自己的人生啊，从而呢，跟朋友们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交通、互相切磋啊，互相交换意见、交流体会，主要是还是感受人生。对人生有一种热爱，有一种执着，有一种不舍，同时呢，又有一种究明白、看懂这样的一个热情在，考究明白啊。所以这个学思生进的功夫不给大家说，朋友们现在都很有学问了，学了很多很多，学思怎么样提升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接近于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哪个既接近于正确的说法，同时又比较切近于我的生命感受？找这种东西，什么叫正确的说法呢？哎，我这个经常在网上看见这样的说法。我们古人也说过，现代人也说，说这个人呢，如果有正确的这个价值观，就会有正确的认识力，就会增长这个能力啊。这个，而这个正确经常被误解，成为政治上的正确。不是啊，我指的是认知的意义上的啊。咱们讲的是学问啊，咱们讲的是学术和人生的关系。咱们一切东西不来源于谁规定的什么什么正确，而来自于我们认识到的它是否正确。我们要从学问上来，要实事求是，就是我们讲的是认知正确的意思啊。你认知的正确，就是认知的目标正确，认知的这个
原理正确，认知使用的工具正确，认知所经历的程序正确。你要有这些东西。但我们这个经常，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在政治宣传上这容易占据优势，经常把大家搞得把政治宣传这个替代或者压住了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感受。不是的，一个领域有一个领域专门的说法。我们这个学术的领域，所谓的正确，是指认知的，最主要的是指认知的正确。学术领域的一切正确，首先必须建立在认知正确的基础上。认知正确不是规定的，不是指定的，是摆在那里被我们探究出来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有进步，我们学思才会生进，学思生进，修养就积累了。这个修养我也得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说的不是专指儒家的道德修养啊。那么今天心理学意义上的修养，心理学整体人格意义上的修养啊，我们中国人一提到修养，马上就强调，就转到道德专门修养这么个狭隘的胡同里面去想。人生的修养多方面的，有的不关涉道德，是吧？这个修养各个方面，比如说像一些艺术修养啥在内哈，哎，这个境界攀升的阶梯是在前面那些东西的积累，是吧？表现的情况就是人的行动从自发的、无觉的变成一种自觉的、不违于规则的，当然是不违于正确的规则啊。人世间有很多规则是不对的，要更改的。我们没有更改的能力，我们生在其中，在没有更改的时候，那你碰了它可能会出问题，自己会遭罪啊。说我们讲的智慧，中国传统的智慧不是躲避这些怕碰了以后伤害自己的东西，而是去反省这些东西何以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在中国这个最近这些年呢，很多人把躲避祸患啊，不承担责任，不遭受意外的挫折，把躲避这些东西能有好便宜就捡到，当做人生的智慧，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啊！这是侥幸，这是计谋，这是伎俩。计谋不是智慧啊！说我这是军事谋略，不是智慧吗？不是智慧呀，那是诡计呀。说你，那我啥叫智慧和诡计有什么区别啊？嗨，这咱们不能一堂课把啥都讲了吧，是吧？那留着下回咱们再说嘛，哈。咱们这次呢就讲这么多。那么叫境界呢，实际上是在行动中体现，不是嘴里面说的。它也不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说我躲开这个世界了，我不管它，什么善恶是非跟我没关系。你看我境界多高？不是，不可能。庄子那个时候，陶渊明那个时候可以，这个时候不行，你也根本实现不了。同时，你越这样，你失去的自由越多。现代的自由跟庄子的自由不一样，庄子的自由是逍遥，兄弟，我乐意咋溜达咋溜达。现代的自由是种权利，不争取就丢一分，少争取就少一份，属于你的权利你就争，这是两回事儿啊。所以朋友们在学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自由轻易的。当然，这个我涉及到道家的题目了哈，这容易让道家的老师恨呐。万一再跟人家讲的不一样，那不就更恨吗？是不是？当然我这
你这个理解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不是哦，这个不是我的内容了哦，这跟我没关系了哦。那个我今天跟我有关系的话语，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有个幽默的一些，17个主要辅导老师还有一个医生叫讲台上很好的听老师的课，非常的愉悦和轻松，是大家都受到很喜。其实老师因为对业对于有很大的兴趣，就是我们家我感觉届课也学习，但是在前2届，立新老师已经讲过一课，最后这一堂课的，对，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